各位说句可能得罪人的话，2026年买新车，尤其是那些刚上市的热门款，你正在亲手制造一个巨大的财务黑洞。别不信，你看看现在的新车市场，价格一年比一年高，快赶上房价了。动力为了省油和排放，把排量越做越小，然后给你塞个涡轮，美其名曰高效，但开起来那种迟滞感，懂的都懂。内饰中控屏大的像个平板，但体验却差的一批，塑料件用的那叫一个实在质感为零。这不是买车，这是花钱买了个电子手铐，月还得供着。但是事情总有例外，如果你想跳出这个消费主义陷阱，又不想在通勤上妥协，我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路。花一半的钱去买一辆纯手工打造的老古董杰作，这不是开玩笑。那些真正有底蕴的车，它的发动机是机械的，它的内饰是真皮和实木的，它的每一寸都凝聚着匠人的心血。最关键的是什么？它的保值率不贬值，它的寿命是按代来算的，而不是按年。你开上10年，它可能才刚进入黄金时期。所以2026年，与其花高价买个阉割版的智能玩具，不如花小钱买个能陪你一辈子的真爷们儿座驾。这笔账你会算吗？嘿，各位汽车爱好者，今天咱来聊聊榜单第1名的狠角色2013款雷克萨斯 LS460， 这可是能定义旗舰车型的存在。到了2026年你要是去经销商那儿买辆全新的 LS500， 好家伙，价格直接超过8万美元，而且它搭载的是双涡轮增压 V6 发动机。不过呢，那些精明的买家都开始回头选2013到2017年这代车型了。为啥呢？因为这可是 LS 最后一次配备传奇的自然吸气 4.6 升 V8 发动机啊。这哪是台引擎啊，简直就是一件无震动的工程艺术品。你看这车子怠速的时候，你几乎都感觉不到它在运转，就跟没发动似的。它能输出386马力，动力那叫一个丝滑线性，跟那些压力山大的新涡轮增压发动机完全不一样。这台 V8 发动机一直处于低负荷状态，啥概念呢？就是它轻轻松松就能跑超过30万英里，而且跑完了还跟新的似的，厉害不？但要说真正让2013款 LS460把现代汽车按在地上摩擦的，还得是它的内饰。2026年的那些车型，仪表盘上贴个平板电脑，塑料件还吱吱响，那叫一个掉档次。再看看咱这 LS460，用的可是手工缝制的皮革，还有经过好几个月养护的真木装饰，隔音效果那也是杠杠的，安静的跟图书馆似的，坐进去就跟进了移动金库一样。这车子当初可是冲着和奔驰 S 级竞争去的，关键是它没有奔驰 S 级那噩梦般的维护成本。在2026年，你花个大约2.2万到2.6万美元，就能买到一辆保存完好、保养得当的 LS460，这啥概念啊？就相当于一辆基础塑料丰田卡罗拉的价钱。你想想，花卡罗拉的钱开曾经 CEO 和世界领导人的专用座驾，这多有面啊！这儿我再给各位机械师朋友透个小贴士。要是你想维护起来简单点，就选后轮驱动版本，因为4驱版的前悬架结构稍微复杂那么一丢丢。还有检查一下控制臂，这些车都挺重的，橡胶衬套大概跑10万英里就会磨损，到时候就得换。不过你只要把这些部件一换，就能拥有一辆比现在绝大多数车都舒适的座驾。买了这辆车，那可不仅仅是买了台交通工具，简直就是直接升级了你的整个生活方式啊！哎呦喂，各位老铁，今天咱们来聊一款车，一款堪称雷克萨斯史上最大冤案的车。我敢说，雷克萨斯当初把它停产，绝对是脑子一热，犯了个天大的错误。没错，我说的就是2016款雷克萨斯 GS350。你想现在是2026年，你想花个40-50万买台雷克萨斯的中型豪华轿车， 4S 店销售小哥是不是立马就把崭新的 ES350 给你推出来了？打住打住，你可千万别被这孙子辈的车给忽悠了，听我给你掰扯掰扯。 ES 那是前驱，是给你爷爷奶奶辈追求安稳舒适平顺代步用的。咱今天聊的这位 GS350 那是纯正的后驱运动轿车，从根儿上它的设计目标就不是安逸，而是干翻谁？宝马5系、奥迪 A6， 人家就是去正面硬刚这些欧洲豪强的。而且你猜怎么着？它还真就靠着开不坏的日系硬核可靠性把对手们给比下去了，硬生生在豪华 B 级车市场杀出一条血路。要说2016年，那绝对是 GS 的黄金时代。为啥？因为这可是中期改款的头一年，设计师直接给这车换了套战袍，那个极具侵略性的纺锤形格栅，放到现在看，它依旧新潮，依旧嚣张，一点不过时。懂行的直接喊它鲶鱼嘴，帅得没边儿。
再往里看，心脏更是个传奇，3.5升 V6 自吸发动机，代号 2GRFKS。2016年这批车还给它上了个双喷射 buff， 缸内直喷加气管喷射一起上，既省油，排放也更干净。最关键的是什么？311匹马力，这动力给的纯粹，给的机械，是那种你踩下油门能听到真实的发动机咆哮，能感受到浑厚扭矩直接怼在你后背上的快乐。跟你现在那些靠扬声器播放假声的电动小车，那完全是两个次元。这玩意儿听着就倍儿爽。GS350 这车，它不跟你谈0-100加速，跟你聊的是驾驶感受。这底盘那叫一个稳。比 ESRX 那种大沙发车底盘紧实度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，指向精准，人车合一。什么叫人车合一？就是你开着它本来打算直着回家，结果一个路口没忍住，方向盘一打，非要绕着湖边再开2圈。它就是这么有勾引你的魔力。再看看这内饰，我愿称之为匠人精神的典范。中控台上那块超大的12.3英寸屏幕，虽然不能触屏，但周围的用料那可是真材实料。真皮、实木、金属，摸着那质感，我跟你讲，你开50年，它可能比你还能扛。说到最扎心的地方来了，朋友们，2026年你想搞一辆成色不错的2016款 GS350 二手车，市场价多少？22000到27000美金，合人民币多少自己算。再看看那台新 ES350，落地得小5万美金起步。你花一半的钱买到的可不仅仅是半价车，是一台驾驶乐趣翻倍、机械素质更精良的西装暴徒。这性价比简直了，这车有多可靠，基本上属于闭眼买系列。但2016款有个小地方得注意，当车子跑到10万英里、16万公里左右，记得检查一下水泵。另外，车钥匙的电池换勤快点，这车对钥匙电压有点敏感，低电压了会闹点小脾气。如果你想追求极致的驾驶体验，听我的，直接上运动版4活塞，卡钳的刹车，自适应悬架，把这辆豪华轿车瞬间变成一条弯道上的泥鳅，指哪打哪，快准狠，这才是真正的弯道利器。所以别再问我雷克萨斯历史上最好的轿车是哪台了，我的答案就一个 GS。把这样的车停产，在我看来那简直是一种犯罪。一台集颜值、性能、豪华和可靠性于一身的神车就这么消失了。嘿，各位车迷朋友们，今天咱来唠唠那堪称公路之王和沙漠之王的神车2016款雷克萨斯 LX570。你要是想体验在公路上风驰电掣或者在沙漠里撒野的快感，那这2016款雷克萨斯 LX570绝对是你唯一得关注的车型。到了2026年啊，雷克萨斯肯定会一个劲儿的给你推销新款的 LX600， 说啥它搭载了双涡轮增压 V6 发动机。可咱车迷呢，却都纷纷跑回2016款这儿来了。为啥呀？就因为这2016款可是那 5.7 升 3.0 升 UF1V8 发动机的巅峰之作啊！这发动机那简直就是个钢铁猛兽，根本不在乎跑了多少里程，10万英里、20万英里，甚至40万英里，它动力依旧杠杠的，一点都不带虚的。这2016款啊，就像是车界的圣杯。为啥这么说呢？因为它是重大改款的第一年，外观那叫一个现代又动感，就跟个时尚小鲜肉似的，而且还配备了大幅升级的8速变速箱，换挡那叫一个丝滑。更牛的是，它还保留了经典自然吸气 V8 发动机的可靠性，这就好比既有颜值又有实力的全能选手。这玩意儿采用的是非承载式车身结构，和丰田陆地巡洋舰200系列共享平台，在现在软式跨界车满大街跑的时代，这 LX570 那可真是物超所值啊！它还采用了转子发动机，内饰用的都是顶级皮革和木材，那豪华感直接拉满。而且啊，买它可比买新车划算多了。一辆全新的 LX600到2026年可能得花超过10万美元呢，可你花个大概3.8万到4.5万美元，就能拥有一辆漂亮的2016款 LX570。这玩意儿设计寿命长达25年，就算在地球上最恶劣的环境下，它都能坚挺着，比那些塑料 SUV 可靠谱多了，价格还比全新的塑料 SUV 低。2016年这改款可太香了，弄了个巨大的信息娱乐屏幕，还有那精美的模拟时钟，一坐进车里，高端的座舱氛围直接就来了，感觉自己瞬间就成了成功人士。不管你是开着它穿越河流，还是去豪华酒店享受代客泊车服务，这 LX570 展现出来的威严可比新款涡轮增压的 V6 车型强多了，那新款根本没法跟它比。咱再说说机械师提示啊，这 LX570 采用的是液压高度控制系统 HHC， 这玩意儿可比德国竞争对手用的空气悬架可靠多了。不过呢，它每行驶60,000英里就得换一次液压油，得保持液压油清洁，这玩意儿的寿命啊，比你家房子都长。你要是买了这 LX570， 那可不仅仅是买了辆车，你买的是一件能传给子孙后代的传家宝啊！等你老了，都能把它传给你孙辈呢，咋样？心动了不？
要是你正寻思着整一辆车，周五能风风光光带你去赴那盛大晚宴，周六又能陪你撒欢穿越山脉，那2014款雷克萨斯 GX460 指定是你的不二之选。嘿，2026年了哈，雷克萨斯正使劲推那搭载双涡轮增压 V6 发动机的新款 GX550 呢，可咱这些精明的买家啊，眼睛都瞅向了2014款，为啥？因为这玩意儿就是黄金时代的代表啊。为啥说它牛呢？它可是最后几款真正采用非承载式车身结构的豪华 SUV 之一，就这结构稳如老狗。它搭载的是自然吸气式 4.6 升 V8 发动机，这发动机那就是个传奇啊！厂家为了让它用得久，专门做了动力调校，就好比给它打了一剂长寿针。这意味着啥？意味着它动力输出那叫一个丝滑。你要是拖着个重物或者爬个陡峭的山路，它轻轻松松就给你搞定，不带喘，一口大气的。咱见过有些这玩意儿都跑了30万到40万英里了，就跟没事人似的，平时就做点基本保养就行。这质量杠杠的，它产自日本田园工厂，这工厂厉害啊，和生产世界闻名的兰德酷路泽是一个地儿。你一瞅这车子，就跟那花岗岩似的，坚固的没话说。你关上那车门，砰的一声，就感觉这安全感唰地一下就来了。2014款特别就特别在它引入了现代的纺锤形格栅设计。你瞧瞧，都过去12年了，这造型看着还是那么高档，那么时尚，一点都不落伍。再瞅瞅这内饰，那可是经典的豪华风格，厚实的按钮摸着就有质感，厚实的皮革软乎乎的，还有那实木装饰，高级感直接拉满。不像有些车那空调控制屏幕卡得跟蜗牛似的，这2014款 GX460 一切都触感舒适，用个10年8年都不带坏的。在现在这市场上，你花个18000美元到23000美元就能整一辆车况良好的2014款 GX460。你想想啊，花一辆全新的塑料感十足的经济型轿车的钱，你就能拥有一辆 V8 发动机驱动的4驱堡垒。这玩意儿很可能比你活得都久，以后说不定还能传给你孙子。不过呢，咱让机械师给咱提个醒哈，这 GX460 啊几乎就是完美的，但有俩小毛病得注意一下。一个是气缸盖冷却液泄漏，这泄漏的比较慢，可能在跑了12000英里左右的时候出现。还有啊，如果车子稍微往一侧倾斜，这很可能是 KDSS 悬架系统在工作，这是正常现象，别自己吓自己。你要是打算买这玩意儿，买之前最好检查一下，把变速箱油和差速器油换一换。这么整下来，你就拥有了一辆无惧雪地、泥泞、路面，还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座驾。在2026年，你做这买 SUV 的决定，那绝对是最明智的，听我的，准没错。你要是一直琢磨着哪款车能把修车师傅整失业，那今儿就算来着了，就是这辆2011款的雷克萨斯 RX350。你瞅瞅现在那2026款的新车，外观那叫一个花里胡哨，各种传感器给你装得满满当当。可这些玩意儿啊，早晚得出毛病，就跟那中看不中用的花瓶似的。但咱这2011款的 RX 那可就是雷克萨斯品质的扛把子，就像一座屹立不倒的丰碑。这玩意儿可靠性那是杠杠的，而且低调的离谱。你想想啊，当你开车离家200英里，半道上还突然下起了暴雨，这时候一辆低调又靠谱的车，那简直就是救星啊！咱再打开这引擎盖瞅瞅，里面藏着一台传奇的 3.5 升 2GR F1V6 发动机，这玩意儿那绝对是丰田有史以来最牛掰的发动机之一。它可不是那种带涡轮增压的，一直稳稳当当的低负荷运转，动力输出就跟天鹅绒一样顺滑，舒服得很。这发动机有多牛呢？连路特斯那帮造超级跑车的都得用它，你就说厉害不厉害？在这辆 RX 上，它的本事还远远不止如此。好多这玩意儿行驶里程轻轻松松就能上10万英里，甚至40万英里，那都不是事儿。日常保养嘛，也就是定期换个机油，偶尔换个火花塞，就这么简单。为啥说2011款是最佳选择呢？因为它可没后来那些新款那么多花里胡哨、复杂的要命的技术，就老老实实把车该有的功能做好。而且啊，它的车厢安静的跟图书馆似的，座椅舒适性更是出了名的好，你开着它就跟坐在你最爱的客厅沙发上一样，老得劲儿了。到2026年，你要是运气好，能找到一辆车况贼好的2011款 RX350， 价格也就12000到16000美元，就这性价比，简直就是白捡的大便宜啊！你买回去，那可是拥有了一辆制造标准比市面上几乎所有中型 SUV 都高的车，属于那种买了就不用操心，闭着眼睛开的终极座驾。不过呢，咱也得聊聊这维修的事儿。这丰田车啊，有个小毛病，就是高压 VVTi 油管容易漏油。但你也别慌，雷克萨斯已经发布了一款金属替换管，换上它，这漏油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。你得检查一下你那车的油管是不是已经换成金属的了。还有啊，就算雷克萨斯说这变速箱油是终身免维护的，但咱最好每跑6000英里就换一次。
你把这两件事做好了，这辆 RX 能陪你走的比你想象中还远呢，说不定比你职业生涯都长。咱平心而论，它可不只是一辆车，这就是一份价值15000美元的汽车故障保险啊！家人们还等啥呢？有机会就赶紧整一辆。嘿，家人们，要是你觉得雷克萨斯就只会造那种让老大爷开着打盹的无聊车，那你可就大错特错喽。2015款的雷克萨斯 RCF 绝对能把你这老观念给轰得粉碎。到了2026年，市面上大多数高性能跑车那是啥情况呢？全换成小排量4缸发动机了，还配上老大个的涡轮增压器，跑起来那声音就跟吹风机似的，听着就没劲。但咱这 RCF 可不一样，它牛大发了，搭载着一台5.0升自然吸气 V8 发动机，而且还是雅马哈的工程师精心调校的。这台Urge SE 发动机那简直就是汽车界的恐龙啊！不过这可是最猛的恐龙，不是那种待宰的弱鸡。它能输出467马力，那可是纯正日系肌肉车的动力，杠杠的。它不靠涡轮增压器虚张声势，全靠大排量和高转速的灵魂之力。当转速表指针嗖地一下到了4000转每分，二次进气一开启，那声音，哎呀妈呀，堪称传奇，就跟机械怪兽在咆哮一样，太上头了。现在市场上你根本找不着这样的车，妥妥的稀有物种。而且啊，它可比新款跑车值得买多了。为啥呢？听我给你细细唠唠。咱都知道，高性能车一般维护成本那叫一个高，跟个无底洞似的。可这 RCF 偏偏不走寻常路，雷克萨斯的品质那是没得说。再看看同时期的宝马 M4 和奔驰 AMG， 动不动就闹幺蛾子，不是涡轮增压器出灾难性故障，就是电气系统出问题，搞得车主心力交瘁。而咱这 RCF 呢，才刚打算大展身手呢，人家生来就是为了让你每天都能尽情激烈驾驶的，就问你霸气不霸气？到2026年，你花个32000美元到38000美元，也就是一辆配置齐全的本田思域的钱，就能把这2015款的 RCF 开回家。这可是一辆后驱 V8 猛兽啊，还带着碳纤维尾翼，开在路上那回头率绝对爆表。要是你运气好，找到带性能套件和布雷伯刹车的版本，那可就赚大发了。机械师都说这 RCF 可靠性杠杠的，不过呢也有点小毛病，得注意一下。要是这辆车经常下赛道，得留意 TVD 扭矩矢量差速器。另外，水泵跑了600000英里后，可能会有点轻微渗漏，你提前给它换了。这台 V8 发动机能一直咆哮到2040年，妥妥的钢铁硬汉。要是你想买辆车，每次停车都忍不住回头多看两眼，还不想把自己钱包掏空，那这 RCF 绝对是二手高性能车里性价比最高的王炸选手。别犹豫了，赶紧整一辆。嘿，铁子们，要是你这辈子就想图个省心，再也不想往修理厂跑，那2017款雷克萨斯 ES350 绝对是你做梦都想要的车。咱把时间拉到2026年，到时候你再瞅那些全新的中型豪华轿车，好家伙，价格个个都得5万美刀往上走。而且这些车啊，要么弄个复杂的让人头大的混合动力系统，要么就装个4缸涡轮增压发动机。但咱这2017款 ES350 可不一样，它在雷克萨斯的世界里那就是完美之选啊。这可是第6代 ES 的巅峰之作，你打开引擎盖瞅瞅，里面那台 3.5 升 V6 发动机就跟个钢铁战士似的，坚不可摧。它能输出268马力的动力，开起来那叫一个丝滑，就跟在绸缎上滑行似的。这发动机可没涡轮增压，也没有复杂的正时皮带，用的是正时链条，而且制造精度那是相当高。好多这种车啊，跑个40万英里，差不多64万公里，动力系统还跟原厂一样，这都不稀奇。有人就问了，为啥非得是2017款呢？嘿，这你就不懂了。它把现代安全性能和经典的可靠性完美融合了。它标配了雷克萨斯安全系统增强版，啥自适应巡航控制、车道偏离警示、预碰撞系统，这些你真正需要的科技配置它都有，还不像2026款车型那样复杂又脆弱。再说说这后排空间，那叫一个宽敞，比好多全尺寸豪华轿车的后排都大，你在后面翘个二郎腿都绰绰有余。到2026年，一辆车况超棒的2017款 ES350 售价就在19000美刀到23000美刀之间，你开上它就跟开这个移动的大沙发似的，稳的一批，就算跑到80英里每小时，车里还是安静的很，跟图书馆似的。而且这维护成本跟丰田凯美瑞差不了多少。说句实在话，它就像是穿着燕尾服的凯美瑞，这就是它最大的优势啊。最后给大家来点维修小贴士，这些车那几乎就是打不死的小强，坚不可摧。不过对于2017款车型，你得检查一下全景天窗，要是有的话，确保密封严实，开启也顺畅。除此之外，每跑5000英里换一次机油，每跑6万公里换一次变速箱油，就这么简单。照我说的做，等汽油都成老古董燃料了，你这2万美刀花的值，还能继续开着它到处浪。
嘿，家人们，咱今儿最后要唠的这款车啊，那可太有说道了，就适合那种既想体验雷克萨斯那豪华劲儿，又不想3天2头往加油站跑的主儿。它就是2014款的雷克萨斯 CT 200小时。瞅瞅这年份，2026年了，油价跟坐过山车似的飘忽不定，而且身边人都一个劲儿劝你买那死贵的电动汽车。但这时候2014款雷克萨斯 CT 200小时就像个救星一样，简直是完美的折中方案。你就把它想象成是丰田普锐斯的精英版，普锐斯就好比是个朴实无华的邻家大哥，这 CT 200小时呢，就像是经过精致打扮，更注重外表的时尚潮人。它那时尚的2厢车身下面藏着个超厉害的家伙 1.8 升混合动力系统，这玩意儿啊，那可在地球上经过了无数次的测试，是最可靠的混合动力系统之一。咱都见过啊，在伦敦和纽约这些大城市，好多出租车用的就是这玩意儿，都跑了40万英里甚至50万英里了，人家原装发动机依旧生龙活虎。为啥呢？就是因为这混合动力系统分担了汽油发动机的压力，特别是在堵车堵得死死的路况下，那效果杠杠的。为啥说2014款是最佳选择呢？这里面门道可多了去了。2014年是纺锤型格栅第一次亮相的年份，这前脸一换，那整车外观瞬间变得犀利起来，一看就不好惹。而且它的悬架重新调校过，开起来那叫一个舒服，就跟坐在家里的大沙发上似的。再看看内饰，做工那叫一个精细，品质直接上了好几个档次。油耗方面更是没得说，每加仑能跑40到42英里，这油耗在如今这个油价高的离谱的时代，简直就是省钱小能手啊！坐进它的座舱，里面用的都是优质材料隔热，那叫一个安静又舒适，普锐斯车主看了都得眼馋。到了2026年，你要是想入手一辆车况还不错的2014款 CT 200小时，也就花个13000到17000美元。你再看看现在市面上那些全新的混合动力 SUV， 动不动就超过40000美元，这么一算，你能省25000美元呢？这笔账谁不会算啊？而且未来10年你都能享受这令人啧舌的燃油经济性，太香了。最后给大家整点技师小秘诀。好多人担心这混合动力电池怕用久了出问题，但在2026年换 CT200H 的电池那就是个常规操作，而且价格也实惠，你花不到1500美元就能买个翻新电池，装上之后你这爱车再跑个10年都没问题。我再给大家个专业建议，没事就去清洁一下混合动力电池的空气冷却风扇，它就在后排座椅附近，只要风扇保持干净，电池就能保持低温，寿命自然就长了。总之啊，这2014款雷克萨斯 CT 200小时就是一辆永不消逝的终极城市汽车，你就放心入准没错。